你知道成群组队西顿学园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吗？该作其实是由山下文武老师于2016年至2021年期间在 CY Games 旗下的 CY Comic 杂志上连载的漫画作品，全篇共出了153话。这里稍微扩展的说一下， CY Games 其实是一家日本的游戏公司，其母公司 Cyber Agent 是日本最大的网络广告代理公司，所以那是相当的有钱呐。MAPPA 起家时所做的成名作动画《巴哈姆特之怒》就是为了给 CY Games 开发的同名游戏做宣传用的，同理的还包括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碧蓝幻想以及赛马娘，所以这家公司其实是很多日本动画公司的金主爸爸。不过 CY Games 也有自己的动画制作团队，参与制作过佐贺偶像式传奇、公主连接以及大名鼎鼎的影之师。最后节肢动物的剧情漫画里其实并没有出现，对昆虫过敏的同学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补漫画了。漫画里面男主其实很喜欢女性人类的聘野瞳，男主其实私下里有跟瞳暗示告白过，但最后瞳还是拒绝了男主，这也就给男主跟其他首尔妹子的互动和暧昧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后来的剧情里，主角团去远足，去了真女主狼妹子兰华的老家，遇到了兰华的亲爸爸，对，就是这只狼。狼爸根本不穿衣服，致使学生会长裸鼹鼠还跟狼爸发展出了暧昧的感情。在这一段剧情中，南华还跟男主闹了矛盾，最后兰华被困在了下大雪的山里，是男主带人去山上救援才救出了兰华。在后来的漫画剧情里面，动画里出现过的那些灭绝的动物及灭绝人类也在漫画的后期再次亮相。同时漫画里半科普半搞笑的讲述了霸王龙老师学生时期跟他初恋龙妹子的初恋故事，以及同样是灭绝的动物鼻形种一起踢足球的故事。漫画的最后又到了春天，又到了哺乳动物交配的季节，然后一只大象突然发春撞死了男主，幸好男主命大被抢救了回来。等男主醒来以后已经是10年以后了。此时聘野瞳成了护士，10年来一直照顾着男主。熊猫妹子去组了一个 ANM48 偶像团，成了大明星，其他的伙伴们都在事业上各有所成。而狮子王终于追到了羚羊妹子，生了一堆小狮子和小羚羊，而女主兰花死了。原来男主昏迷期间，兰华每天都疯狂的用口水去舔男主，希望换回男主的意识，然后就水尽人亡了。不过作为科学家的素懒此时突然说他已经发明了时光机，可以把男主送回到过去。于是男主的伙伴们再次集结，用他们的兽力打算将男主传回到10年前。不过最绝的是，男主刚被固定在时光机上，瞳就突然说他喜欢男主，男主根本来不及后悔，就被送回到了过去，来到了刚开学的时候。男主本希望通过轮回转世改变兰华的死，但是每到春天，男主就会被大象撞晕过去，一昏迷就是10年。但男主并没有放弃，男主通过素懒的科技，又多次的从未来轮回到了10年前。但无论男主怎么躲，都会在春天被不同的大象撞晕宕机10年。不过在最后一次，男主终于想明白了，他将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事情告诉了过去的兰华他们。于是在大家的帮忙之下，主角团终于组织起来跟大象在春天对抗，最终男主又被撞晕了不过这一次只昏迷了几个小时，终于男主不用穿越了。不过因为未来树袋熊已经成为了美食家，承包了学校的食堂，食堂里面的饭菜都是吃屎，男主因为不想吃，就把饭菜打包藏在了身上，结果他现在身上拿饭盒装的屎，不小心被人类妹子瞳给看见了，气得男主恨不得找大象把自己撞死得了。故事的最后，高3的学生要毕业了，女主兰华怕毕业以后大家就会分开，所以故意偷了毕业大会时要用的纪念碑，以为这样大家就不会毕业了。这也就引得主角团等人到处去搜查，反而搜到了兰华藏的男主一大堆的臭鞋子。不过最后在男主的劝说下，男主说一定会一直陪在兰华的身边后，兰华这才释然。故事算是把男女主的 CP 锁得死死的，正片故事也到这里正式的落下了尾声。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成群组队西顿学院的原作大致完结剧情。各位看完以后有啥看法与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